你看，可口可樂花了天價的廣告費，它真的只是在告訴你它有多好喝嗎？它真正的目的是把這個產品跟你心裡所有向往的美好事物，像是快樂、青春、朋友聚會，全部綁在一起。如果我告訴你哦，這世界上有一種大腦外掛，能讓你在短短60秒內就看穿一個商業騙局，甚至讓你比頂尖大學的教授還要聰明，你相信嗎？這不是開玩笑。股神華倫巴菲特就曾經說過，他認識的所有聰明人裡，沒有一個不是每天都在讀書的，而這其中最強大的那台學習機器，就是他的黃金搭檔查理芒格。沒錯，就是這位老先生。芒格他不只是巴菲特的完美合夥人，他根本就是一位思想上的大師。他有一本集結了畢生智慧的書，叫做《窮查理寶典》。這本書啊，在硅谷和華爾街根本就是被當成聖經在讀的。歡迎來到阿冷的書房，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阿冷。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拆解這一本神書，而且要正面回答3個我覺得真的有機會翻轉你人生的終極問題。第一個，為什麼很多所謂的專家永遠只會用同一招來解決所有問題？第二，我們要怎麼透過保證讓自己失敗，來反過頭獲得巨大的成功？這聽起來很怪，對吧？再來，第三，什麼是魯拉帕魯薩效應？這個東西又是怎麼讓你致富，或者讓你徹底毀滅的？好，我們馬上來看第一個問題。這個問題可以說是直接戳中了許多所謂專家的痛處，一個致命的缺陷。這句話真的太經典了，這就是芒格最有名的鐵錘人詛咒。它其實很巧妙地揭示了一個我們很多人都會犯的錯，就是思維的狹隘性。你想想看，當你手上唯一的工具就只有一把鐵錘的時候，那你不管看到什麼，是不是都想先敲敲看？你的思考模式就這樣被工具給限制住了。而且這個陷阱可以說是無所不在，不管是經濟學家、商業顧問還是工程師，都常常會掉進去。他們會過度使用自己學科裡的那套理論、那些工具，然後試圖用這一套東西去解釋世界上所有的現象。那結果呢，常常就是做出災難性的誤判。那該怎麼辦呢？芒格給出的解方就是你要建立一個多元思維模型的框架。這聽起來很學術，但說穿了就是你的腦袋裡不能只有一把錘子，而是要有一個裝滿了各式各樣工具的工具箱。你必須要跨領域去學習，從物理學、心理學、工程學、生物學這些不同的重要學科裡面去吸收它們最核心、最強大的思想，然後把它們全部組建成你自己的大腦工具箱。只有這樣，你才有可能看到這個世界真實而且完整的樣貌。接着，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。這個問題，就更有趣了，而且听起来非常的反直覺。想要成功，你得先去研究要怎麼失敗。你看哦，我們每個人都想要成功，對吧？這是天性。可是芒格的建議卻是：先等一下，我們先不要想怎麼成功，我們反過來想要怎麼樣才能徹底失敗。這個反向思考的原則可以說是芒格最核心的思考工具之一。他認為很多超級困難的問題，只要你把它反過來想，從反面切入，答案就會變得異常清晰。所以與其一直問我該怎麼做才能成功，不如先問自己一個更簡單的問題：有哪些事情只要我做了，就保證會失敗？你看，像是懶惰、不可靠、抱持着極端的意識形態不放，還有死都不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，這些事情是不是都非常淺顯易懂？所以關鍵點就來了，芒格提醒我們，其實避免自己變笨，遠比追求自己變聰明要來得容易多了。只要我們能夠系統性地一個一個地避開這些會導致災難的行為，我們其實就已經走在一條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上了。好，重頭戲來了，我們現在來到第3個，也是我覺得最迷人的一個概念，
叫做如拉帕路薩效應。這簡直可以說是芒格思想的巔峰之作。這個詞是芒格自己發明的，听起來有點繞口，對吧？但它的概念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物理學裡面的臨界質量，就是說，當有好幾個不同的力量都朝着同一個方向作用的時候，它們產生的效果絕對不是1+1=2這麼簡單，而是會彼此加成，互相強化，最後引發一場巨大無比的爆炸性的結果。為了讓我們更了解這個效應，芒格用了一個超經典的案例來挑戰我們。他就問：如果要你從零開始打造出一家像可口可樂這樣的商業帝國，你該怎麼做？可口可樂的成功其實就是正向如拉帕路薩效應最完美的展現。可口可樂之所以能創造出這種銳不可擋的商業動能，就是因為它很聰明地結合了好幾股強大的力量。這背後主要有3個關鍵的支柱。第一股力量叫做經典條件反射，也就是巴甫洛夫的狗那個實驗。你看，可口可樂花了天價的廣告費，它真的只是在告訴你它有多好喝嗎？不是的，它真正的目的是把這個產品跟你心裡所有向往的美好事物，像是快樂、青春、朋友聚會，全部綁在一起。久而久之，你只要一看到那個紅色商標，根本不用思考，你的潛意識就會告訴你，我想喝。好，再來是第2股力量，叫做操作性條件反射。這個更直接，每一次當你喝下一口可口可樂，你的大腦會立刻得到好幾重的獎勵。第一，有絕佳的風味；第2，有糖和咖啡因帶來的化學刺激；第3，還有那種冰涼暢快的感覺。這種立即性的多層次的正回饋，會像訓練動物一樣，讓你不斷地想去重複這個行為。那麼第3股力量就更恐怖了，叫做社會認同。可口可樂花費了巨大的力氣去讓它的產品無所不在，不管你今天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，你幾乎都能買到它。當你發現你身邊所有的人、電影裡的角色、廣告上的明星，大家都在喝的時候，它就不再只是一種飲料了，它变成了一種文化符號，一個最安全的預設的選擇。所以你看，把剛剛說的這3股巨大的心理學力量——經典條件反射、操作性條件反射，再加上強大的社會認同，全部放在一起，它們朝着同一個方向匯集，彼此放大，互相強化，最終就創造出了商業史上最極端的成功案例之一。這個就是如拉帕路薩效應的威力。好的，講到這裡，我們來快速總結一下今天的核心觀念，並且把焦點拉回到我們自己的生活上，看看可以怎麼應用。我覺得這句話完美總結了芒格一生的哲學。真正的智慧其實不是去追求那些聽起來很深奧、很厲害的秘訣，反而是很務實地、系統性的去避免那些常見的會導致失敗的錯誤。所以從今天起，試着建立你自己的多元思維模型，學會反過來想，並且時時刻刻警惕如拉帕路薩效應可能帶來的巨大威力，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。所以在這次的分享結束之前，我也想留給你一個問題，讓你好好的反思一下，在你現在的思考工具箱裡面，除了那一把來自你專業領域的你最習慣用的鐵錘之外，你還為自己準備了哪些其他的工具呢？如果你喜歡這一次的分享，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，請務必幫我按一個喜歡，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。也別忘了訂閱凹冷的書房，並且打開小鈴鐺，我們每周都會帶來更多含金量滿滿的好書分享，幫助你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強大的心智工具箱。我們下次見。